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我们的频道主要是讲健康生活与饮食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妈妈，你在找什么？我在找海鲜罐头。海鲜罐头好吃吗？海鲜罐头不止好吃，它对我们还有很多好处哦。首先呢，它们很方便，因为它们可以长时间保存，不需要冷藏或者是冷冻，这使得它们成为理想的备用食品哦。其次呢，它们比新鲜的海鲜呢更具有价格竞争力，因为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捕捉和加工，而不受季节、天气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最后呢，因为海鲜罐头呢，它们是可以长期保存的，这使得它们成为减少浪费的好选择哦。海鲜罐头比新鲜海鲜更好吗？海鲜罐头呢，与新鲜的海鲜在营养方面呢是有差异的。通常情况下呢，新鲜的海鲜它的质量更高，口感更好，同时呢也更加营养。而海鲜罐头呢，它在加工的过程中会被蒸煮，这会导致一些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损失。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海鲜罐头呢可能比新鲜海鲜更加的营养哦。例如呢，某些种类的鱼在经过蒸煮后呢，钙、镁、铁等矿物质呢会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呢，一些鱼类如沙丁鱼和蛙鱼，它们的鱼骨和鱼皮也一起灌装，这些部分呢，含有更多的钙和胶原蛋白，是很好的营养来源哦。因此呢，海鲜罐头和新鲜的海鲜呢各有优缺点，在饮食中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需要来做出选择。妈妈，请说一说海鲜罐头的历史好吗？好的。人类保存食物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2000年左右。例如在中东地区，人们早在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晒干食物了。然而呢，罐头食品的发明相对较近。1795年，拿破仑承诺呢会奖励1.2万法郎给任何人，只要发明一种足够便宜、易于食用的食品保存方式，以供法国士兵食用。一位名叫尼古拉斯·阿佩尔特的法国糖果师花了14年的时间呢，最终发明了罐头食品。虽然当时他使用的是加固的玻璃瓶，他的方法与现今所用的方法大致相同，也就是将装满水果、乳制品、汤等食品的玻璃瓶加热至沸腾的状态。尽管阿佩尔特知道他的食品在沸腾时不会变质，但他并不知道为什么。直到路易·巴斯德发明了巴氏消毒法，人们才广泛了解了加热和密封食品的保鲜原理。罐头的发明呢，要追溯到大约1810年左右，但当时呢是没有开瓶器的，迫使这些士兵呢，他不得不用岩石来敲击，或者用刺刀来刺破罐头，才能把食物取出来。第一批罐装沙丁鱼呢，是在法国南特的一家罐头工厂于1822年生产出来的。30名男工制造罐头，300名女工呢，则首先对食品进行了大量的准备，然后将它们装入罐头中。到19世纪中期，法国沙丁鱼罐头的销量呢开始急剧上升，它是因为受到了一系列事件的推动，包括1851年的伦敦万国博览会，当时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淘金热，以及南特和巴黎之间的铁路建设等等。加利福尼亚的淘金者特别喜欢罐装的食品，特别是罐装的鱼类，因为它们的营养比较丰富，热量也很到位。这最终演变成了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重要产业，那就是罐装食品了。到了19世纪末呢，沙丁鱼的渔业逐渐转移到西班牙和葡萄牙，那里的产量很高，而且始终如一。尽管今天你可以从世界上任何地方买到罐头鱼，但市场上最好的罐头海鲜呢，大多是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妈妈，请说一说海鲜罐头的趣事。有趣的是呢，海鲜罐头在历史上曾经是贵族和富人的美食，而不是现在的普遍商品。在19世纪早期呢，英国的贵族们喜欢在狩猎和度假的时候品尝罐头龙虾和鳕鱼等海鲜，而这些罐头商品呢，是专门为他们定制的。此外呢，海鲜罐头也曾经是探险家和航海家的重要粮食来源。例如在19世纪中期，美国的淘金热潮吸引了大量的矿工和移民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和其他西部州，而这些地方呢缺乏新鲜的食物供应，
罐头食品呢，包括海鲜罐头，成为了这些人类日常饮用的主要来源。除此之外呢，海鲜罐头也曾经在二战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二战期间呢，罐头食品是战争部队的主要粮食供应。海鲜罐头呢，成为了许多战士的最爱。最后呢，就是海鲜罐头，它在一些文化中呢，也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哦。例如，在西班牙著名的晚餐帕亚，通常是用海鲜和米饭烹制而成的，而海鲜罐头呢，常常被用来制作这道美食。这海鲜罐头安全吗？不用担心，食用海鲜罐头是非常安全的。海鲜罐头呢，它是经过巴氏消毒法处理之后制成的。这种消毒法呢，利用高温杀死细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从而呢就延长了罐装食品的保质期。在巴氏消毒法中呢，食品通常会在高温下加热至121摄氏度，维持一定的时间，这会杀死所有的细菌，包括孢子。然后呢，密封罐头，以防止新的细菌污染食品。由于巴氏消毒法呢，它可以有效地杀死微生物，因此呢，被广泛用于罐装食品、饮料和药品等领域。食用海鲜罐头呢是相对安全的，但是呢还是需要注意一些事项。首先呢，要确保罐头包装是完好的，没有凸起或凹陷的部分，没有任何的破损或者是泄漏。此外呢，要注意查看罐头上的保质期和生产日期，避免食用过期或长时间未开封的罐头。最好呢是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避免阳光直射或高温的环境，以免罐头变质或滋生细菌。还有呢，就是海鲜罐头通常是不需要添加防腐剂的，因为加热和密封的过程已经可以有效地杀死细菌和微生物了，从而呢阻止了罐头内的食物变质。然而呢，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品牌可能会添加一些防腐剂，以确保产品在运输和储存期间保持新鲜。一些海鲜罐头呢，它还会加入一些盐、油和其他调味剂，以增加它们的味道和保质期。这些添加物呢，可以影响食品的营养价值和健康。在选择海鲜罐头的时候呢，最好选择未添加过多的盐或油的罐头，并尽量避免含有防腐剂和其他添加剂的罐头。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谢谢你们的观看，下次再见。